首先，我要祝贺巴拿马即将完成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的工作，并预祝韩国担任下月轮值主席一切顺利。我感谢严洽助理秘书长的通报。主席，当前乌克兰问题正进入谈判解决的关键阶段，中方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，欢迎俄美、乌美、欧美近期举行的一系列接触和谈判，乐见相关方保持接触，寻求解决办法。与此同时，地面的战事仍未停歇，俄乌持续针对对方实施无人机和导弹袭击，导致新的平民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，令人深感痛心。这也表明，实现和平的道路漫长而曲折，需要各方共同做出更多努力。我讲3点：第一，希望当事方展现冷静克制，推动战场局势尽快降温。我们再次呼吁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都不应该成为袭击目标。冲突当事方应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，切实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。第二，希望有关各方相向而行，保持对话谈判势头。当前各方在实现和平的一些关键问题上，立场主张还有不小差距。越是如此，越要保持信心，保持接触，展现政治意愿，体现灵活姿态，争取尽早达成和平协议。第三，希望国际社会凝聚共识，为危机的政治解决营造积极氛围。国际社会，特别是重要利益攸关方，应在停火止战、劝和促谈方面开展更多的外交努力，应为推动对话谈判发出更多的积极信号。主席，从战争爆发第一天起，中方就呼吁停火止战，坚持劝和促谈，推动政治解决。我们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个应该为根本遵循，同当事方保持接触，派出特使开展穿梭外交，并在联合国发起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，凝聚和平共识，推动和平努力。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，为推动危机的早日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。谢谢主席。